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欢迎收看以及收听 Easy Memory Mini Cast 中文小播客。今天咱们聊一个很多朋友都特别好奇的问题，就中国人吃饭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喜欢抢着买单啊？这个现象其实特别有意思，可能现在慢慢的没有那么流行了吧，没有那么普遍了吧，可能啊，也可能只是因为我现在出去吃饭的次数越来越少了，我已经很难体会真正这个抢着买单的感觉是怎么样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抢啊，其实需要怎么说，稍微做一个界定。这个抢它其实有两种形式，一种就是真的上手上脚，不要我来，你不要付给我来付啊，这是种抢，动手动脚的啊，用暴力的手段。另外一种抢，它是偷偷摸摸的，比如说啊，你借故上个厕所，哎，我上个厕所呀，然后走到外面啊，买单，偷偷的买单啊，这个是我会做的一个事情啊，我是习惯。要真的抢着买单的话，我不会就是到那种状态，就是你拉我，我拉你这种状态，这让我很不舒服啊。而且这个时候我通常会败下阵来，我不习惯和人一定要抢个你死我活。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抢着买单呢啊？首先我觉得这和中国人吃饭的一个习惯有关系吧。在国外流行 AA 制，就是你付你自己的，那因为每个人吃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呀，自己点自己的。但中国人吃饭的话，都是大家一桌子菜一起上来的，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啊。中国人喜欢这种团聚的感觉，欢聚的气氛。这个时候其实就涉及到底谁付钱呢？中国人好像很难，就是说，AA 制，你出一部分钱，我出一部分钱。我们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话，要是好朋友的话，这种话更难说出口。关系没有到那么好，其实反倒还可以。比如说我老婆以前在我儿子还3岁左右的时候，有一次面基，就到重庆去，当时有全国各地的很多妈妈啊，他们在网上认识了，所以最后决定在重庆面基啊，大家一起聚会啊。这个时候因为大家关系还没有那么好，平常其实在私底下没有见过面，这个时候反倒可以说得很清楚，就说所有东西都 AA 制，就到最后的时候结账，每个人今天要付多少钱都是一清二楚的，这个可以说得很清楚啊。但假如我的朋友来找我了，我的朋友大老远来找我了，我不可能让他付钱的。这个归根结底其实还是面子问题，就是我不能在人前显示的我很小气，我不能在人前显示的我和这个人之间的感情很疏远，因为中国人会通过这些东西来判断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。就是假如你到一个你朋友生活的城市，假如你的朋友说带你去吃饭，你肯定默认为就是你的朋友肯定是请你吃饭的，你的朋友肯定也默认为就是他会出钱请你吃饭，这个时候是毋庸置疑的，不需要任何的纠缠。但是假如你们是一起出去旅游，这个状态我觉得就可能需要达成一个默契，大家不需要说的那么清楚，说清楚反倒就捅破那层纸了。中国人不会把那层纸轻易的捅破的，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一个比较含蓄的地方，委婉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会默认有些东西应该这样去做，我们认为这样做对大家都是好的，这样对我们的关系都是好的。其实所有都能反映中国人一个行事的一个习惯和准则吧，就是其实很多东西不说清楚比较的含蓄的，不愿意说的特别直白的。比如说你今天付多少我付多少，这其实很难开口，特别是钱啊，因为中国人会觉得谈钱会伤感情，所以不愿意把钱引入这个关系里头，所以涉及到钱的话，我们总是闪烁其词。假如这个时候你和你的朋友出去，你的朋友什么东西都往后退缩，都不愿意付钱，你其实内心深处就会做一个判断，就这个人好像不值得交往，因为他所有东西要付钱的时候都在往后退缩呀。你可能会觉得吃1-2次亏，那我还能承受，但是你把这个友情这个值可能就会降低。这个其实就是中国人一个人际之间交往一个方式。所以到中国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你也可以说得很清楚，一开始的时候说得很清楚，就是我们 AA 制，其实中国人也能接受这个状态。但假如你不是说得很清楚，中国人习惯性的肯定是要请你吃饭的，会请客吃饭的，但你要明白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。好的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吧，再见了。